你还记得内马尔在桑托斯的日子吗？ Neymar, facilidade do Neymar, vai levitando o jogador do Santos. Aí o Neymar protegeu, fez o drible, que lance do Neymar, que golaço! Do Peixe! Olha a arrancada do Neymar, entra na área de novo, passou pelo marcador que é o Júnior César, bateu!足球界最受期待的剧本之一终于成真了。时光流逝，但本质从未改变。那个用盘带和大胆表现征服世界的维拉男孩，终于回到了他足球生涯的起点。内马尔不仅仅是一名球员，他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一个影响了几代人的现象级球星。如今他重返桑托斯，重新书写自己的历史。从新星到传奇，他在世界最大的舞台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巴塞罗那、巴黎圣日耳曼、巴西国家队以及在沙特阿拉伯短暂失望且苦涩的经历之后，现在是时候回家了。这次回归对桑托斯意味着什么？内马尔还能带来什么？这会是他职业生涯中最激动人心的篇章吗？从桑托斯的惊艳起步，到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王子，再到巴黎圣日耳曼的巅峰与低谷，我们看到了内马尔在沙特阿拉伯的失望表现。可以说，他是沙特球队历史上最糟糕的签约之一。这源于高期望、高薪以及他最终展现出的表现。内马尔以9000万欧元的转会费加盟，并签下了一份2年3.2亿欧元的合同。不幸的是，内马尔一到沙特就遭遇伤病，最终只踢了7场比赛，打进1球，送出3次助攻，赢得了1个冠军，并在17个月的时间里迎来了2个女儿的诞生。现在合同已经解除，在薪资方面，内马尔在沙特期间总共获得了 1.38 亿欧元，相当于 8.58 亿雷尔。这意味着平均每场比赛，这位巴西球星赚取了 1.22 亿雷尔。内马尔被称为罗宾汉，他从沙特带走了近10亿雷亚尔，但表现却非常糟糕。这是否像纸钞屋中的抢劫一样？开个玩笑。内马尔在告别利雅得新月时表示，我本希望能踢更多比赛，进更多球，让球迷更开心，但上帝另有安排。不幸的是，伤病影响了我的成功，但这也是足球的一部分。他还表示自己对离开感到非常高兴。经过紧张的谈判，内马尔即将回归桑托斯，这家将他推向世界足坛的俱乐部。根据足球新闻门户网站的消息，内马尔将与桑托斯签订一份为期6个月的初始合同，有效期至2025年6月。在此期间，他的周薪为84万雷亚尔，与他在利雅得新月的收入相比大幅减少。可以说，他几乎是自掏腰包为桑托斯效力。因为俱乐部目前财务状况糟糕，并且在去年历史上首次降入巴西乙级联赛后，其价值大幅缩水。在桑托斯的这段时间被视为内马尔恢复身体状态和比赛节奏的机会，同时也为他未来重返欧洲足坛铺路。媒体上流传着内马尔在桑托斯效力5个月后可能回归巴塞罗那的猜测。巴萨体育总监德科对此发表了评论，他表示，虽然内马尔在世界任何俱乐部都受欢迎，但由于财务要求和西甲的财政公平竞赛规则，他回归巴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德科强调，最重要的是内马尔能够重新踢球，并找回对足球的快乐。对于桑托斯来说，除了基本工资外，协议还规定内马尔拥有 90% 的肖像权，这使他能够商业化开发自己的品牌，并带来潜在的巨大收益。桑托斯管理层相信，内马尔的回归将为俱乐部带来可观的财务收益，预计球衣销量和新增会员数量将大幅增长。此外，内马尔的到来预计将吸引新的赞助商和投资者，扩大俱乐部的营销收入，并提升桑托斯在国内和国际上的知名度。为了实现这笔签约，桑托斯制定了一项财务计划，其中包括与赞助商合作分担薪资成本，并通过内马尔的形象开展营销活动。俱乐部还在2025年的合同中加入了内马尔条款，预计随着这位前锋的回归带来的更高曝光度，赞助费用将大幅增加。通过这一策略，桑托斯不仅旨在增强球队在场上的竞争力，还希望借此巩固财务状况，并扩大其全球品牌影响力，充分利用这位俱乐部历史上最伟大偶像的回归。
然而，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桑托斯主席马塞洛·特谢拉在俱乐部官方宣布之前，就在社交媒体上提前透露了内马尔回归的消息，引发了一些争议。许多球迷和内马尔的朋友对这种不够专业的宣布方式感到不满，认为这原本可以成为一个史诗级的官宣时刻。尽管如此，桑托斯的球迷和巴西足球爱好者们对这一消息感到无比兴奋，期待内马尔能够重新展现他昔日的魔力与天赋，再次成为世界足坛的焦点。期待他在场上的表现能够提升球队的整体水平，并激励新一代球员。随着内马尔的回归，28岁的中场球员阿图尔梅洛曾效力于巴塞罗那、尤文图斯，最近效力于佛罗伦萨，正在与桑托斯进行为期6个月的租借谈判。能够与内马尔并肩作战的吸引力，成为梅洛选择回归巴西重振职业生涯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他一些在欧洲豪门球队留下辉煌足迹的球星，也将在巴西足球甲级联赛中亮相，一起来看看吧。前锋孟菲斯德佩目前效力于科林蒂安，并且深受大球会球迷的喜爱。库蒂尼奥在欧洲踢了14年球，曾效力于国际米兰、利物浦、巴塞罗那和拜仁慕尼黑等知名俱乐部，如今回到了培养他的球队瓦斯科达加马。中场球员奥斯卡曾效力于切尔西，并在中国踢球，也将在2025年加盟圣保罗队。卢卡斯莫拉曾效力于巴黎圣日耳曼和托特纳姆热刺，如今也回到了培养他的圣保罗队。17岁的年轻天才埃斯特班即将加盟英格兰的切尔西，但在此之前，他将在上半年为帕尔梅拉斯效力。38岁的前锋胡尔克曾在葡萄牙波尔图有过出色表现，如今效力于米内罗竞技队。除了这些球星之外，还有许多顶级球员将在2025年的巴西足球甲级联赛中上演精彩表现。至于内马尔，尽管他已经恢复训练，但自从受伤以来，他还没有参加过任何正式比赛。桑托斯的技术委员会深知他需要谨慎进行康复，以确保在复出前完全恢复最佳状态。内马尔表达了希望在象征性的日期2月5日，也就是他33岁生日那天，为桑托斯出战的愿望。在这一天，桑托斯将在维拉巴尔米罗球场迎战圣保罗的博塔福哥，这场比赛是圣保罗州锦标赛的一部分。桑托斯管理层正在努力确保所有官方手续能够及时完成，以便内马尔能够在这场特别的比赛中登场。内马尔回归桑托斯被认为是巴西足球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转会之一。尽管巴西足坛曾见证过像罗纳尔多2009年回归科林蒂安和罗纳尔迪尼奥2011年回归弗拉门戈这样的重磅回归，但内马尔的回归因其全球地位和他与桑托斯的深厚情感而显得尤为特别。如果要列出这些重磅回归，我们可以这样总结：首先，1995年罗马里奥的回归，这位当时的世界最佳球员回到巴西，加盟了弗拉门戈。其次，2009年罗纳尔多回归科林蒂安，2011年罗纳尔迪尼奥回归弗拉门戈。第三，则是2025年内马尔回归桑托斯。Chega bem Juan para ganhar, abriu para Neymar, Neymar já parte na velocidade, Bolatti vem no corpo dele, Neymar escapou, levou no campo de defesa, já tá no ataque, vem pra entrada da grande área, vai ser um golaço do Neymar, tocou por cobertura, golaço do Cris. Ai meu Deus do céu, aí o Neymar com categoria, cruzamento pra área, Orelândia tá ali na frente dele, o que vai acontecer agora? Vamos ver. Escapou, Neymar é obrigado a segurar, obrigado a carregar, Léo quer jogo, lá vem Pires, agora... Quatro fintas com quinta! Ele já foi cometendo falta no Neymar, levou a falta de vencido o Neymar. Grande finta do Neymar, vai subindo também o Palmeiras, hein? Vai para 32 pontos. Lindo lance do Neymar, chegou na grande área, passou. É cara nova no Santos mesmo, Edelino. Segundo jogo dele com a camisa do Peixe. Olha o Neymar, que facilidade. Olhou pro lado, tocou pro outro, essa aprendeu com o Ronaldinho. Recebeu o Neymar, na volta, chegou o Leandro Eusébio. Você saiu jogando, entregou pro Neymar. Boa bola do Giovani pro Neymar, foi pra dentro da área, mais um corte, outro lindo. Vai pintar um golaço, tirou o goleiro. Gol! Neymar para controlar a bola, que lance do Neymar, puxou de volta. Paulo Henrique, aqui pelo lado esquerdo, Neymar vai pro mano a mano com o Alisson, já passou, já tá dentro da grande área, fez o corte, pé esquerdo, lá vem a batida, mais um toque, gol! 时间流逝，但内马尔的本质依旧，他回到了梦想开始的地方，回到了那个他第一次让世界为之倾倒的地方。
这不仅是一次回归，更是一次与历史、与根源、与一直相信他的球迷的重逢。现在问题不仅仅是内马尔能为桑托斯做些什么，而是这段新的旅程对他的职业生涯意味着什么？这是否是他在欧洲新挑战之前为巴西足球书写辉煌篇章的机会？或者这将是他彻底证明自己仍有能力为足球贡献的时刻？足球是由史诗般的故事、意外的回归和挑战时间的巨星组成的。内马尔回来了，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他还能像以前那样闪耀吗？